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31号，星期五，3月的最后一天了啊。今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。今天咱们回评论。今天轻松跑了，挺累的。但是这2天天气都不错，你们看。我不太懂这个樱花的品种，有的颜色发白，有的颜色特别粉。但是这边总体看发白的比较多，然后花瓣小的比较多。还是准备了一个小抄，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聊评论。咱们开始回评论啊，有好多小伙伴问 Stride 的优惠码的事儿。那个优惠码其实比较尴尬的是，它是不变的。我倒不是说不想给大家用，是说我怕有人利用它转卖。所以呢，您如果特别想要，您这样，您给我发私信，附上您 Stride 的用户名，还有您的一个可信的电子邮箱，您提前去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我来安排。比赛怎么带手机，这是对我来说是个挺大的问题。我是这样的，我从纽约之后，比赛就不带手机了，都是赛前就交给家属保管。有的地方说进场要看手机怎么办？那2年都是入场的时候先给人家看，看完以后转身给家属，我再进去。这次东京呢没办法，东京只能带进去，但是我给存了。其实所有的比赛都会跟你说不建议你存手机和贵重物品，但是其实没事儿，就丢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，因为现在就这种东西不太可能出现别人给你偷了，除非监守自盗，对吧？这不太可能，不至于现在一个手机。我就给存了也挺好，就包一包，弄一个防水的塑料袋，然后正好你穿一个薄羽绒服，放在一个有拉锁的兜里，我都这样。你要有它原包装的盒更好，那种盒都是设计的很巧妙的，就摔不坏。因为你想啊，这种东西生产完以后运到世界漂洋过海都没事儿，对吧？我跑了几年，我从2014年的9月份开始跑步的，那时候我是个170-80斤的胖子，40岁357的配速跑完了30公里的自测，而且还有余力。那按照您的计划2小时50，我觉得肯定没问题。因为毕竟到这年龄了，我猜您的跑龄应该也不会很短，而且年龄越大呢，可能耐力系统会更好一些，掉速的可能性就不太大。如果全程3分57的话，那就是2小时47、48左右，那就已经是很精英的精英了。不过这次有感慨啊，波士顿马拉松的号码是按报名成绩去发放。我认识一个老哥，3分0几，3小时0几，抱歉，我是2小时45，这2个报名成绩就差了6000多号。你们也可以看，好多马拉松冲线的地方是有直播的，对吧？就每往后错1分钟，人就数量级的上涨。马拉松很残酷，比赛早餐按照我的建议吃的话，觉得干，想喝什么？喝粥啊，还是喝水啊？这俩都别喝。粥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就是它又太快了。
我之前分享过啊，比赛当天那天早上起来，有500毫升的糖水，就是那种冲的运动补剂。这500毫升从起床到开赛前慢慢给它喝掉。还是那句话，马拉松比赛了都，就这一天坚持一下，对吧？干也能吃下去的，无非就是吃得不开心罢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有好多小伙伴说早餐蛋挞是非常不建议的啊。那天早餐的原则就是不要吃油，最好不要吃肉蛋奶，还有豆。全程马拉松3小时30到3小时15应该怎么练？恕我直言啊，全程马拉松我认为3小时10以内之前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基础能力不足。但是就是具体到您的问题，我觉得多增加一些速度耐力。所谓速度耐力，就是跑一跑16公里以上、24公里以下的马拉松强度会有帮助。绝对速度嘛，其实在3小时以外的时候，不需要太刻意的去练，因为你会随着你跑步的积累，速度就会提升的。这也引出下一个问题，就是跑得多了，小伙伴说跑半程马拉松到12、3公里，心肺也没问题，就是肌肉不行了。这也是一样的建议，就是您现在跑不快，不是因为您绝对速度不行，是因为你没法长时间跑得快。这不是肌肉力量的问题，这就是你肌肉不适应这个持续的高强度。这个跟那些平板支撑能撑好几个小时的人，他其实并没有比你肌肉多多少，就是长年累月的让他适应，速度耐力就是让他适应，而短距离的绝对速度冲刺不是让他适应，对吧？祝您能早日315，而且一般破了330，努力练1年，来年的比赛就300了。周冠云大家还记得，好像是他说第一次来我这儿发评论是2021年的冬训，问怎么练能破4，说前2天自测了一个，本来想测30，结果干脆跑了个马拉松破3了。我还是那个观点啊，健康的正常的成年男性，只要你下功夫练都可以破3，而且真的不难，你破了以后你就发现真的不难。这个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包括我昨天说要休整2周，大家觉得短，或者是1个月400觉得多，这个看您平常的量比嘛，对吧？自己跟自己比，这月估计到不了400了，可能差几公里。每个月跑量200公里，半马145，能不能挑战全马了？当然能了。您这个首马应该就能破4。佳明的手表想一步到位买955，问我的建议，我是觉得，如果您就跑步，哪怕您加上骑车、游泳，只要您不玩大铁，不玩那种特厉害的越野，我建议买265。真的，我觉得265跟955比，如果只跑步，265优先吧。当然看您自己取舍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是因为第一，买新不买旧嘛。第二是，其实我带95，你们看啊，是觉得挺重的，这可能也跟身材有关系。只跑马拉松的话，2系列可能更合适。
现在睡觉开始戴表，心里有压力，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告诉他恢复和身体的状态，一告诉他状态不好就不敢练了。没事儿啊，监控是让我们更了解自己，大多数时候还是凭体感，因为很多的监控其实有用，也不能完全的以它为指导。它只能说明说你可能昨天没睡好，但是其实没睡好也没事儿，你不是连续的就没事儿。像基普乔格的纪录片在真正破2那次，他就说，这前一天晚上是不可能睡好的，1个小时醒一次，1个小时醒一次。晨跑之前吃饭吗？不吃饭，只有冬天特冷的时候吃一口。晨跑我喜欢这种清澈的感觉。看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准备的都回完了。行，我再兜一圈也回家了，大家加油干啊，加油干！哎，3月31号星期五清晨7点，训练结束啊，跑了个15公里多，1小时14，平均配速4分48，心率138，步频194，功率213。今天前13公里多都特别慢，前几公里都在5分钟以外，就故意的往慢的跑吧。然后最后的回家这2公里稍微提了提速，就是有那么一种冲起来的感觉。这样不能这一整个的一次训练都特沉闷，这种感觉也不好。行，这4天又是圆满结束。不知道屏幕前的您这个月跑了多少？我到现在应该是390多，可能这个月因为有2周的时间，或者说10天的时间是比赛期，所以一下跑量就下来了。看看今天下午是做力量训练呢，还是跑一个慢跑？因为跑一个慢跑估计应该也凑不够400，就不跟他较劲，是不是？行吧。今天回了回评论，我每次回评论都会这样写下来，基本上能看清。现在天亮的也早了，是吧？有什么想跟我聊的，不一定是第3天才发，就是每天的视频和评论我都看的，只是最近工作有些忙，然后白天事儿有点多，造成评论回的不及时了。然后回头过2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AI 的小作品，好吧？行，那就这么着。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加油干啊！迎接这个赛季，下个周期咱们聊聊副中心的马拉松和北京的半程马拉松，怎么样？明天我休息日了，那咱回头再见，加油干！